中国这边的金钱其实都很严重外流了。哦，对啊，这几年的确啊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，所以里面几乎是中空了将近1/3到1半以上，中空了。哇，这么多，已经这么多了。那美国的状态已经是4分5裂的状态了。我觉得像是加州已经有那种很独立的这个状态发生了，挥着大旗了。已经有很多的架空啊，或者是以某一些名义啦，然后煽动民众的意识形态。我想先谈一下 COVID-19 的关系，加州通过，房东不能去驱赶住客，经济体的角度去看的话，其实这个对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影响。就比如说，我不能驱赶房客，但是我也要付银行的贷款，我的生存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未来的局势像你刚刚讲的，很多冲击性的动荡出现的话，那如果再加上这个法案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，那没有人敢买房子啦。我先是看到接下来会有金融危机。现在好不容易在那个2008年金融大危机之后海啸后的，好，然后现在又开始好不容易稳定一点点了，可是我看到又要崩盘瓦解了。如果以股市来说，差不多是10年一个周期啦，18年就应该会有一些事件，但是好像冲击下来都没有太剧烈的影响。对，我们以结果论来看，对，那你如果用你刚刚的那个方向去想的话，那它可能也是在蓄积火山更大一次爆发的能量了。但是那个加州的那个法案，它很好玩的是，我不是不付哦，我只是延后付款啊。我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访客没有钱嘛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延后付款啊，你不能不让我住啊，房东。现在的情况是这样，但问题来了，你现在可能付少了的款，或是延迟付，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变成我的呆账啊？一定会啊！如果我是访客的话，我会觉得我现在能用尽量用，能住尽量住，大不了到时候我申请破产，然后我就是开着一台破车去别的地方住就好了嘛。这个钱我可以呆账不付啊，我可以赖皮不付钱啊。所以我觉得以民主党来说，他这一招像是一个披着社会主义的资本家，因为只是治标，但是那个本只是继续让它烂下去啊。没错，那只是为了要赚得选票而已啊。对，刚好到明年1月。对，但是好玩的是，这个法案现在好像只是通过嘛，执行是明年1月的事嘛。到时候是否会真的执行呢？它是已经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它已经实施了，但是它是一个短期的实施。那实施期间到明年的1月，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，已经置产的中产阶级其实已经造成了一部分的冲击了。是。那如果说未来，因为剧烈的变动下，它这个法案变成一个是常态，随时可以实施的话，那我觉得真的中产阶级它算是一个主力消费的族群。我觉得就不只是购物这个部分来讲，它影响可能是整个集体中产阶级，它消费力弱了。那如果说以美国，它是一个消费力非常高的国家，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经济体系的崩塌，我觉得从这个切面去看的话，它可能真的会造成全世界的消费力的削弱。消费力一旦削弱，你供需不平衡，你生产力就会下降。现在也很多人都看到了，我们买东西已经不会是在当地买了。对啊，我们已经可以用网络无远弗届的这个力量，全球化了，我可以去别的地方买了，我可以去别的，比如说我可以去印尼啊，我可以去马来西亚，我可以去东南亚，甚至更便宜的国家，我直接透过网络订购，然后他们空运过来了。那所以我已经不会在当地消费了呀，对，这已经是势必的嘛。很多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是他们一定也很多自产啊，他们也会是变成这个法案的受害者哦。对齁。对啊，所以它真的会被实行吗？也未可知哦。常态化就不知道了。可是常态化可怕的地方是，原来很多的法案动不动就可以通过，只要我在这个参议员里面，我们的这个党是占大多数。加州很特殊啦，它刚好就是民主党都
刚好都聚集在那个地方。对，所以通过法案非常快速。但是加州也是一个很聚集一个独立国家的资本，它那个气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，没错。它所有你看它的地理，它的那个海岸线，对，它要独立其实是非常容易的，很容易切割出来。对，所以它是比较不容易受到影响。所以如果是用一个这样子很 crazy 的方式去来吸引选票，或是来摆弄民意的话，我觉得要烂掉。从这边开始跟烂，然后烂到全世界，也不是一件难事而且是一件非常快的事情。我觉得讲到金融体系的崩坏，然后整个经济体的瓦解，我觉得它如果说如果我们顺着你刚刚的脉络去思考的话，其实就是说。它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人类从一个物质面的满足、价值的完成，变成晋升到，如果说经济体的崩坏，它有一个更神圣的使命的话，它是不是也代表说它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？在2025年开始，会是所有新兴宗教大爆发的时候。是啊，新兴宗教。然后2025到2027会飞黄腾达的发展，飞黄腾达的发展。怎么说？大家去想，一个人他会开始投入到精神，势必是他的物质已经有很大的冲击或是瓦解了嘛。没错，对。所以人们他必须要找一个地方可依，那一定是会往精神力的方向去发展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。所以2025到2027之后，很多人的那些精神力已经会开始大爆发，但我觉得还是在一个逃避的状态，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回过头来看自己内心的状态所以呢，第3世界大战其实也已经在酝酿了。为什么今天听到这么多可怕的消息对，食物危机、能源危机已经不是重点了，食物危机已经是动摇我们全世界人的生存的根本了。对。然后接下来是，既然已经动摇，那我只好开始往那个心灵的层面去发展。但很多还是基于一个逃避的状态。好啦，逃避完之后，那接下来生命会给你一个更大的发展，就是死亡啊，死亡的一个淬炼啊。对。透过很多国家的一个瓦解，我刚刚不是讲嘛，不是有很多的一些极端会摆荡来摆荡去，让看你什么时候愿意回到中道，愿意觉醒嘛。对。所以。第3世界大战是必然的啦。那第3世界大战的爆发之后，我觉得真正可怕的就是在那个后面会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人类要怎么样的去面对？虽然好像看起来2032年、2045年，因为真正的一个重生会是在2042年到2045年开始。它才会真正进入到一个人类完全不再逃避了，是进入到精神的一个新的纪元。可是在这未来的40-50年，也许我们2个已经看不到了啦。对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带着我们的心，然后走下去呢？因为你刚刚说是因为粮食危机好了，经济体的瓦解好了，那人类旧脑经过这样的冲击，会选择一个逃避的防御机制嘛？是。可是你刚刚讲，好像它是一个到2042年到45年会是一个真正如实面对的过程，就是说我们真的在逃避这个恐惧呢，还是我们真的领受自己内在的精神的力量？像我看到是2037年之后，整个房地产啊，不要说美国啦、中国、台湾什么各方面，很多都开始在下滑了。我已经看到人不再往都市走了，也不再抢都市的黄金地皮了，也不再抢蛋黄了，而是连蛋白都不要，可能开始走出蛋壳了。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往山林啦、原野啦去，但他也看到一件事情，就是这也很危险我们的自然被过度开发，它不只是过度开发而已，它是很多的动物、植物、动物，尤其是动物它们都是住在比较深山野林的，可能它们连它们的栖息地都岌岌可危了，被排挤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些东南亚的一些地区，因为很多的东西越来越便宜，大家透过网络会去那边买，所以他们已经从一个未开发到开发中，到已开发，甚至很多的过度开发的国家了。那我们这个地球到底哪里还有净土？我看只剩下地心了吧。所以就变成很多的东西的一个崩解跟破坏是必须的，因为人类的贪婪是不会改变的。对。
除非一再的冲击，对，所以我才会看到，之后的极简主义，大家开始往山林去居住，但是也有一些很多的隐忧跟问题，也是值得我们要如何用一种尊敬大自然跟天地的这个道，而去做一个适度的使用。这个也是一个学会对大地之母、对地球的万事万物的尊重。这好像也是你刚刚讲的中道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以后要看到可爱的小花跟小草，我希望它并不是从一个温室里面被培养出来的。我还是很渴望能够在山林间看到那种野生自然的动物跟植物。那我越往后面去看，甚至看到2075年，已经很多的高科技、黑科技都出来了，可是你看到的却是一个缺少自然。那讲到2075年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去追2062年、2075年的这些未来人，那他们也把未来的状态跟我们说，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：如果他们是被授权来到现在去给我们做警讯，而且这个也是一个神圣计划之一的话，那么我们还有改变的可能，我们还有无限的平行宇宙。如果我们提早不再去做逃避的动作，是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欲望，去看到其实这个欲望也是假的，我们需要的其实没有那么多。大家是不再去被这些纷扰的一些更大的世界议题去扰乱，而是回到内在的如如不动，去看到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活出每个人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去为这个金融体系去工作，也不是为了这个更大的手去做工作，而是为了自己真正想要的去做。而这个真正想要是配合这个宇宙大自然的道而在运行的。命运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啦，所以先从我们自己做起。那透过这个影片，期待可以影响大家能够真正的去面对自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再被外面的这些事物给影响。刚刚那个法案，我觉得很妙的是，怎么会想得出这种奇葩的法案？我觉得根本是疯了。动摇国本的事情，为什么一直拼命的做？而且我觉得更疯狂的是，这些选民为什么他们会没有想清楚，然后就这样子贸然的去做这个投票？这个法案即使是短期，但是却没有去想到长期的害，为了短利而去忽略了长期的大害。那这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。就很像是，就是像猫咪被逗猫棒给吸引。对，为什么一直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人偶身上，可是却没有去看到那双玩弄人偶或是摆弄人偶的手，或者是上面的线，操纵的线。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。我们为什么会琢磨在这个状态，而不是去看到玩逗猫棒的人是谁？是没错。这是玩逗猫棒的人的那个意志，是他个人的意志吗？还是他的意志也被一个更大的事情给掌控？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打开我们的脑，好好的去从更大的宏观，然后去看到极小事情，或者是从一个极小的事情，然后见微知著，去看到更大的事情。结论，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这些伟大的社会资本家，最后会被这个大自然跟神圣计划玩到是什么渣？我听你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全身发麻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有1.0的脑袋嘛，福音经济体系的这一块，就是它是一个很惯性的东西。所以当你在讲的时候，我突然感觉到说，它是一个很翻转的力量，就是将会冲击瓦解掉这个保护壳。接下来呢，会有很多的4.0出现，有很多的4.0玩垮这些人，拭目以待。要玩你的是谁呢？要玩你的是我，还是另有他人呢？要玩你的是谁呢？说吧！啊，最可爱了，跟袜旁照。